想拿着我的衣服去哪儿啊？哼，帝君不是总是嫌弃我给您修补的混元玉带不够好吗？这不，把您的衣服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，免得这腰带啊第10次被打回。你少玩花招，将心思放在修行上，腰带早就补好了。哦，那还不是帝君您先整的我呀？我不过是自保罢了。再说了，我不过是一个仙力低微的小仙士而已，自然没有什么能够拿得上台面的法术喽。不像您，您是高高在上的帝君。难道您不知道吗？这自古啊，君子就该让着女子。本君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君子了？小人，那是我姐姐给我绣的，你还给我。什么时候学好了规矩，再来问本君要？那衣服也不还给你，小人！帝君。终于懂事了。当然了，俗话说得好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一山更比一山高。您就别跟我这个小仙见识了，是不是？孺子可教。过来。帝君有什么吩咐啊？伸手。这是什么法宝啊？无功不受禄嘛。您这么一给我，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。15。你干什么？这叫不离镯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15步以内，就会像方才那样飞走。我跟你拼了！小人，你这个小人！15。这个小人！我要学习，我要复仇。好好说话。有没有那种不用近身便可以一招制胜的仙法秘籍？给我拿来。哎，你第1天认识我呀，我对修仙不感兴趣。如果说我的复仇对象是应渊呢，你感兴趣吗？你终于开窍了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哼。你有毛病啊！迷人法则，我说的是在武力上一招制胜的，不是在容貌上，好不好？勾引帝君那可是重罪，是你不想活了，还是我不想活了？可是，做跟班不是你的梦想吗？你放着姻缘局这么好的靠山不要，你非要找他比武，那你直接去天刑台找个痛快。好，我去找。找到了。我看哪本哪章啊？全部。啊？要学仙法不修内力，那简直是纸上谈兵。还有阴阳五行、奇门遁甲，这些都学完了的话，不出意外，你还是会被应元局一招出局。要不，你再考虑考虑我的迷人法则？不考虑，这些我全戒了，拿给我吧。
了？这些都是明路，书籍在延续天宫，你只有找应元君借。不，你这儿一本漏网之鱼都没有吗？毕竟这都是中高阶仙法，也许应元君早就预知到有你这么个美人姐。天意，天意呀！哼，若真有天意，那我严旦便是他应元小人天生的克星。邪神虽上书陈情，称自己并无反意，然据使节陶子器所查，魔族各部长老正在大肆征兵，更是在这势破谷中屯兵10万。魔族长老中，主战者甚众。若是拿思玄之死当借口，屯兵征兵的话，逼得邪神不得不战，那此事就麻烦了。哈，邪神向来性格孤僻，深居简出，与天上的仙神也并无交际，恐难测其真心。不如我下界一趟，去探探虚实如何？这么多典籍，这得抄上半个月吧？这小仙子犯了什么错？元旦，这本小寒经抄完了，不如借我看看。抄的真好呀！可以。是啊。这本《弥罗六则》我一直想看，能不能你借我看一下？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多谢啊。上身微拳，气旋6腑，然会双腕。好聪明的丫头！这小寒经能使仙力精纯，更是驾驭神器李晨的不二法诀。一个小小的仙士，竟然能碰上这样的典籍，看来这不是罚，是赏啊！当然是罚，他聒噪得很，让他抄书，我也能清静一些。殷元君爱清静，我却爱热闹，不如把这小仙子送到我宫中如何？不送，他既是我收来的，他的聒噪当然是由我来治。哼。上身微拳，气旋6腑，然会双腕。学得挺快嘛，可惜腕力太弱，底盘不稳。你讽刺我！你这个小人！有吗？哎，别过来！有本事你把这个破镯子给我扔掉，我给你单挑。那你有本事自己摘，本君等着那一天。哎！帝君，帝君，严旦已将您教予的仙法典籍全部誊抄完毕，您是否要现在检阅？一个阴错罚入宫服役的低阶仙士，凭何能接触到延续天宫的典藏仙法？别动！
操控术。让你犯规，让你破我棋局，让你逼我缝衣服，拿剑射我是吧？看我怎么报复你！哼！老天有眼！这颜淡心思竟如此恶毒，毫无规矩体统。当延续天宫是什么地方？我即刻替他去天星台领罚。不必了，是本君要同他比试的，他是赢了。唉，现在的仙子脾气还真是喜怒不定呢。我得把操控术交给芷溪，这样日后她也能防身。陆景等会儿会把清心咒送到你屋里，抄10遍。对了，清心咒有16次。你这小人，有本事出来单挑啊！你躲在里面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都搬出去，都搬走！哎，快去啊！住手！你是谁啊？凭什么拆我们台、搬我们东西啊？就凭我是披香殿的管事。披香殿管事？哎呀，他这是要那不误会一场吗？我呀，颜淡，您不记得啦？我还让陆明给您送了好多法器呢。什么法器？话可不能乱讲。反正这以后不让拍戏，你赶紧把东西都搬走，不然我可都扔了啊！哎，那你收法器的时候怎么没这么说呢？再说了，披香殿空置了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排啊？哪怕空着也轮不着你。天条明示，唯有已获仙阶、位列于副掌事以上者，才有资格借用宫殿。怎么？未升仙阶，便连行礼也不会吗？你该好好请教请教你的姐姐芷溪，她行礼倒行得颇有几分奴才相呢。参见银灯掌事。不过您刚刚有句话说的不对，我姐姐不是奴才，我姐姐是妙法阁的副掌事。虽然我没有考取仙阶，但是我读过天条，天条有言，众仙有仙阶高低之分，可人却无贵贱之别。那天条有没有告诉你，仙法也分孰强孰弱呀？快想想办法！怎么办？心诀中说，逆转周天，逆转灵窍。为什么我却周天法力？先气凝天穹，再行逆转，然后是飞鸿于胸。飞鸿于胸，虚怀于外。掌事，帝君，帝君，颜淡是我宫中仙使，若是犯了错，我必会管教。几时轮到妙法阁出手教训？
疼吗？银灯不敢说疼。该疼。欺凌仙使，骄横刻薄，这不是一阁之主应举之德。思璇触犯情戒，是你告发，他确实有错，我唯有一叹。但是本君的人，你动不得。送长侍回妙法阁。是。不行，帝君，我愿意把6界上下所有的棋谱抄录100遍。抄棋谱可以，换人不行。此事体大，稍有不慎就会6界动荡。此局设下多日，已到关口。焚气之时，若忽然换人的话，只怕会打草惊蛇。此次抓捕由本君带兵，你姐姐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我上次差点死在魔族手里，而且这次不光有仙界的内应，还有魔界的奸细，还有一群天兵天将。这万一混战一打起来，你肯定只顾6界的死活，你不可能顾我姐姐性命的。你在质疑本君？没错，我是在质疑你。6界的安危很重要，可是我姐姐的命也很重要。你们设局让她当鱼饵，却不告诉她前因后果，也不问她愿不愿意，你不觉得这很不公平吗？哎，年代，别过来！不过现在有一个县城想做烈士的人，我愿意代替芷溪，我们是同根双生。我可以用转容诀短暂的变换为对方的容颜，只要所见之人不施法查探，就不会有人知道，这样不会扰乱帝君您的大计。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也不会给人落下画饼的。画饼？我看6界话最多的就是你，早晚把你的嘴给缝了。帝君，芷溪是我们四叶邯郸一族的希望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望帝君成全。实在是过早，远了。多谢帝君，颜旦愿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来报答帝君的恩情。谁呀？哎，你坐那么高干什么？你仙法那么高强，就算是往下跳，你也摔不死的。你不光摔不死，你还会连累我这个可爱又无辜的小仙士，你可别想不开啊！一步。你干嘛？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我能对你做什么？拍瓦片会吗？哦，怎么样？我赢了，喝酒喝酒，多喝点啊！来，喝。咦，来，马上。哎，你说像你们高阶神仙都那么奇怪，还是只有你那么奇怪啊？翻乌龟、砸瓦片，其他神仙也会这样吗？哦，你就没有一点正常的兴趣爱好吗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有，罚我抄书，让我补腰带，逼我下棋，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儿。
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奇怪归奇怪，开心最重要啊。我平日看上去很不开心吗？唉，怎么会有开心的神仙动不动就去翻小乌龟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已经是帝君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？如今奸细已经找到了，事情也平息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只怕事情还没有平息，又要开始了。当你很渺小的时候，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去改变。就像你一样，排戏、捣乱、交朋友。一旦身居高处时，很多事情你根本都改变不了。所以你就打算跳楼？看流星。看流星？那不是凡人的说法吗？他们都喜欢对着流星许愿，但他们却不知道，其实这只是天上布星的神仙挥一挥自己的拂尘而已。但是他们都相信自己许下的愿望会实现。那你呢？你许了什么愿望？6界太平。嗨，怎么会有这么虚伪的回答？怎么可能有人许愿不是为了自己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许的愿望是什么？只是为了自己吗？当然了，还有我姐姐跟我朋友，我也会帮他们一起许。你身为帝君，心里就只有6界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事情，还有关心在意的人吗？对我来说，维护6界的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心里装不下其他。6界之战，养息万余年，如今魔族的兴起正在暗潮汹涌。若战争一旦开始的话，这万年的努力和平静都会化为虚有。那如果旁人不知道你的牺牲呢？或者像九级一族那样被人遗忘，或者被人唾弃，你也愿意吗？作战不是为了美名，也不是为了被铭记，而是为了停止战争。见过生灵涂炭，就不想再看到往日的景象再出现。还好我生在太平盛世，不用想那么多。有些事情是一定要经历过才会懂。不过你这样也挺好，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，什么也没有经历过，不用去想，那就希望自己的愿望没有白许吧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努力排戏，无非是想在瑶池盛宴表演时拔得头筹，好让帝尊赐你一个恩典，对吧？那你说说，你心里不虚伪的愿望是什么？找靠山啊。那本君这座靠山不好吗？帝君，您是纤尘不染，我不配。我想找的是我姐姐芷溪这样的靠山。如果她以后升了仙阶的话，就要下凡历难。可是我姐姐她不喜欢凡间，所以我想请帝尊让我代替姐姐下凡。等以后我姐姐成为更厉害的神仙，我就可以到她的宫里给她捏腰捶腿，蹭吃蹭喝。那偃虚天宫也能蹭吃蹭喝，你为什么不留下？唉，其实我这个人吧，就自由自在惯了。我呢，帝尊急诏，速请云元帝君玉清宫议事，烦请从速通传。
帝君，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？应渊帝君看着满是废墟与尸骸的海边，发现一只乌龟从尸骸中爬出。应渊帝君微微一笑，施出仙法，将乌龟翻转了过来。颜淡，近之一劫，你愈发放肆。本君让你进来了吗？何事如此慌张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慌张，只是外面的仙士都如临大敌，慌乱如麻。是陆景让我跑进来告诉你，说是什么火德元帅来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火德怎么来了？帮我。啊？还有谁？应渊小儿，给我出来！昔日亲口承诺，只要是本帅打赢了，便将自铸的兵书双手奉上。上次平乱，本帅发挥失常，略出一筹。今日重新比过，大丈夫言而有信。谁要是躲在屋子里装聋作哑，谁就是胆小怕事的懦夫。老元帅，今年已经比了10次了，每次比武，偃虚天宫都被打成废墟。再来一次，仙界可真拨不出经费了。何况帝君近日政务繁忙，少跟我摆帝君的架子！想当初本帅和帝尊驰骋四海的时候，他还连剑都舞不动呢。应元君，应元君，帝君，帝君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这样了呢？为了几个奸细，几天几夜不眠，而如今又为了兵房之事，往返于天机阁和练兵场之间啊！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病倒了呢？虽然病在年深，可却伤在河宫仙师所有人的心啊！醒醒，醒醒！火德元帅，元帅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本君抱病在身，无法起身相迎。应元君向来身体健壮，怎么那么巧突然病了？回火德元帅，偏医说是操劳过度，又邪风入体，若不好好休养的话，恐怕这一切10天半个月是不可能好的，最起码要1年半载。应元君何时身边多了一个这么聪明忠心的小仙士，口舌还如此伶俐呀？这是新来的小仙，行事比较鲁莽，望元帅不要见怪。既然应元君身体抱恙，看来比武之事暂且只能放一放。谢元帅，待本君好了之后，必登门赴约。哼！帝君染病，本帅身为长辈，怎能安心离去呀？既然这偃虚天宫没个会伺候的，那么本帅便留下来照顾一二。元帅，这等小事，怎能让您操劳？您是仙界当中仙灵最长的上仙，不敢劳烦。应元君无需见外，自古以来便有中仆挽肉救主，常便便疾的佳话。既然这小仙士如此忠心，想必不会推辞吧？应元君身体如此虚弱，
饮食之事怎能自己劳神？你喂，哦。这是本帅的秘方，虽然苦了点、咸了点、臭了点，但专治风邪。应元君如果不愿意喝，想必是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。来人呐！不必了，喝。身弱体虚之人不能荤腥，如此美味的灵鸡腿，只能是本帅代为享用了。哇哦！哦哦，啊，对，不能荤腥。这可是小仙士亲手烧的暖炉，应元君如果不接，恐怕嫌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啊！来人，接。真是主仆情深呐！这身弱体虚之人最怕受凉，我再叫青云烧个10个大火盆过来。帝君，你还好吧？你觉得呢？哦。帝君，要不然您就把兵书给他吧。这老头现在天天想让我割肉给您治病呢。不可能。饿了。抱歉啊。你倒真是个中仆，演技不错。伺候不周，致使帝君染病，罪其一；言行失礼，唐突本帅，罪其二；明知帝君身染重病，暗为有幸之物，罪其三。依照天条，应元君，天条你最熟悉，该怎么罚呀？逐出偃虚天宫，回悬心崖喂鱼。喂鱼？如若汇报天法处，最起码天星台80雷霆鞭，费半数修为。哇，你这个老头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就冲你这句话，再加20鞭。哦，够了。此书本君苦心编撰1000年，还有最后一章尚未完成，因爱惜物件，所以才不愿借出世人。元帅与我比武数十次，想必是求学若渴。此书万望爱惜。
本帅问你借书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帝尊见了本帅，亦是尊老敬老。哼，本帅凭什么接受你的指点？6届第1的应元军不过如此。今天我火德元帅赢了。还火德元帅，我看就是一只花公鸡。帝君，他对你的兵法兵书根本就没有兴趣。他之所以这么费尽心思的想得到这本书，就是想向众仙证明他比你强。他这么肆意践踏你的心血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若非彼事，私自对神仙动物视作有意暗害，触犯天条。火德是天庭里资历最老的神仙，连帝尊亦对他无可奈何。帝君向来守规严苛，这气啊，咬碎了牙也只能咽下。帝君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这深更半夜的不去排戏，在这里晃什么？哦，那你帝君深更半夜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吧，用我小人之心夺一下你君子之腹，我掐指这么一算，你是要去火德元帅宫里挟私报复吧？哼，没说话。看来我是猜对了。哎，堂堂的君子啊，这骨子里跟我一样是个小人，却不敢承认。当君子有好名声、好前途、好人缘，可唯一不好的就是受了气还得挤出笑脸。而当小人，百害唯有一利，那就是过得好。帝君意下如何？自作聪明，还不跟上？刺激！应元帝君，火德元帅已经睡下了。那就让他醒醒。应元帝君，此事不妥吧？这有何不妥？我们偃虚天宫新制的灵鸡腿，正好想请老元帅尝尝鲜呢。应元帝君，三天两头的来比武，输了就把我的后院砸得稀巴烂。本君念你仙灵掌，给你个台阶下，你倒反客为主，教训起我来了。盐蛋给本君弟吃的，你就要打他80雷霆鞭，当本君圆寂了。就是，帝君，您给他施的什么咒啊？禁食咒。日后他要见了他自己喜欢吃的灵鸡腿、八宝蹄膀，就会反胃作呕。不过也好，少吃荤食，延年益寿。没想到你做小人比做君子还有天赋啊！没给他下禁酒咒，已经对他是莫大的客气了，还不赶快去找？收到。这不是番规君和我一起破的玲珑棋局吗？原来这兵书是以棋局为喻，暗合兵法。不对，这兵书毁了，那我这些天吃的苦不就白吃了吗？找到了，那就走吧。等一下。
这本书也算是借过了。走吧。千载的光阴，6界之外，本君唯有的这一点点小小的喜好，都不能保全吗？我不敢拍胸脯说我一定可以，但我可以勉力一试。你竟然能记得？当小仙的本分嘛。若兵书能卖的话，要55分成。奇怪，我明明将与你下过所有的棋局都已经记下，那这一局是？这就是未完结的最后一章，无论何解都为何棋，乃4界循环。若以兵法论视为拉锯战，这些年踏遍6界，寻访仙界凡间无数棋圣，终不得其解。你若了我遗憾，本君圆你一个心愿。真的？让我离开延续天宫也是可以的。凡本君力所能及的，不违天条，不伤他人皆可。不过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。这看似白子是占优势，可若贸然消劫的话，便会自损16子。如若白子不自损，那么黑子也无法攻出。何其，重来。再来。等一下。一子半指茶，白棋胜了。我赢了。本君说到做到。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让你回玄心崖。回玄心崖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你都能做到。还以为你的决心有多坚决呢。帝君的允诺也很值钱的。你可以多考虑几日。本君门下无徒，法器众多。我已经考虑好了。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哇，好大的鲲啊！说好了。放心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外传。这边也有啊！有了帝君的允诺，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，你却用来换这个。你若勤勉修习，日后便可参加晋升贺典，也就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。我找对了靠山，一样可以看到美景啊，而且还是独一份的，这多划算！
那你可要报警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别乱来啊！现在可就由不得你了。你这小人，家属都不跟我说一声。手。谁想抱你啊？这样的赐福我经历过千百次，直到今日，才知美景更胜英豪。一点点先例，就可以让人如此快乐。给谁的？秘密。秘密？屁是没有见过赐福的微末小仙。你干嘛？你还给我！你干嘛？还给我！本君可提醒你，修仙之人不可有情。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龌龊？这是给芷溪的。你们神仙可真是太奇怪了。天庭既然不让有情，那像那些去凡间历难的仙官，那帝尊肯定管不了他们了。本君可真是想多了呀！以你的懒，再给你几万年也修不到上仙，连灵书笔都敢要，也不怕把牙给崩了。没规没矩，连个睡觉的样子都没有。做一粒偷笑八荒的心，碧落无趣到流泪的人间去，却以为常有四海的月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时息。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捂住了一颗心，情不自禁的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砾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万计，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须臾，一次看懂万物凋敝，而后归期都偏向你。
着你，是最近的远行，比苍生多一点爱你的你为离开你，像奔走在原地，云之缝隙不得涟漪，是最坏的事情。年月过了，情丝缠绕至今，也迷失在那些不堪一击。流水东去，一往唏嘘，看温柔无助般可惜，还不自禁的一并交出去。都怪时光风逝，红尘沙一坠，想你。九重天还真没有谁的字写得比你更丑。频频问起，情之所寄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语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守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迁徙。泪在沉香人静，尘埃落定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声一地，不放肆与大梦不息。就往风雨交着。100问天条。哎呦！啊！啊！难道是昨天我糊涂了？糊涂当中抽完的？还是又是那位仗义的田螺姑娘出手相助了？应渊这个小人，都承认小人了，还干这么无聊的事情，没意思。严旦今时不同往日，一日更比一日厉害，我看了都替他开心。严旦没进延续天宫之前啊，不知道是谁说他只有靠别人的命呢。谁能想严旦后来者居上，日后恐怕芷溪得靠着严旦了。芷溪啊，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严旦才是双生莲中的强者。这些话是谁和你们说的？此次肃清仙界，偃虚天宫仙士严旦扮作妙法阁副掌事，除奸除魔有功。天机阁外为保仙界机要，助清离帝君应渊，剿灭魔族乱党，忠勇可嘉。吾特赐灵书笔一支，可为仙官仙士表率。原来整个天宫都已知晓我的无能了。芷溪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看来你的妹妹拿你的无能邀功去了。你堂堂一个副掌事，居然要靠一个仙士来救。你妹妹在帝尊面前邀功请赏，与自己的跟班编排你的无能，你还真是不辜负我的期望，把我妙法阁的脸都丢尽了。知道你怨恨不甘，可这羞辱你的告示是帝尊亲手所书，你任意揭落，可还把天条戒律放在眼中吗？
芷溪知错。知错？那就捧着他，跪足3个时辰，让那些路过的仙士都来你身旁看看，你的好妹妹对你有多好。芷溪仙官，那些混账话都是平日里开玩笑说的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颜淡平日里和你们说我是弱者，是无能之辈，拿这种话开玩笑，是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什么也没说过。走。颜淡平日里最在意这个姐姐，要是她知道我们说错了话，闹了这一出，那我们的戏就没法拍了。过几日瑶池盛宴，一切顺心顺意，芷溪自然就释怀了。你可别再多说话了啊！好。原来我对你的种种，在你看来不过是玩笑罢了。我说你这个小乌龟啊，是我辛辛苦苦的带你脱离了苦海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对吧？你现在已经是一只大龟了，你能不能稍微的体谅一下你的恩公，不要乱跑了，好不好？你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体内燥热？要不然我给你扎几针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是一个汉蛋，我听不懂你的龟言龟语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让黑土来治你。你们这些水族小弟都一个德行，明明该你们哄我，每次都让我去哄你们。算了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赶快住手！你这样下去会耗尽仙力，神形俱灭的。帝尊，我身负罪孽，更亏欠您的养育之恩，愿一命偿还，请帝尊成全。气换周身，汇集于胸，心无挂碍，神贯于灵。修齐天机，再塑昆仑。应渊，速屏息收力。应渊，应渊。现些邪灵入体，那将是毁天灭地之祸呀！应渊，你的血脉对于六界来说，是福还是劫？
你醒了。姐姐，你恶根未尽，险些入魔，一旦仙力亏损，便压制不住魔性。帝尊，我想再试一次。若是仙力耗尽，堕入魔道，恳请帝尊赐我一死，不必息容。应元，你不明白，一旦你入魔，于六界而言，其灾祸不亚于整个魔界倾巢来袭。为何？帝尊，不知为何，每次徘徊在入魔边缘时，总会乱梦不断，梦里总会出现一些未曾经历过的画面，仿佛是在上古时。住口！倘若有朝一日，六界不再有隐患，你恶根尽除，吾会将答案告诉你的。应元，吾已将元神注入你仙灵之中，你要摒除杂念，不可有私。如若不然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是。然且，你已化为风雨流云，望着这世间。放心吧，昔年之祸，吾必不会令其重演。上神领兵，必得凯旋；六界不惊，山河有名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之辈，乃天魔结界最薄弱之处。难道他们是想？你们先按原计划赶赴魔界，我有事情要去查验，稍后便至。众将士，出发！是。你果然在这里。你们无法撼动结界，便想砍断神庙基柱。若此柱崩裂的话，不仅会加深结界的裂痕，仙界也会因为瑶池水倾覆，陷入混乱之中。结界薄弱，这便是天意助我魔族逆转乾坤。纵使你是帝君，也没办法阻挡这结界之力消失。若没了这结界，哪轮到你们这帮神仙做六界之主，天帝做这六界至尊？玄香，若你不服神仙两界的统治，本君今日愿与你一战，分出高下。何须动用三界之兵力，大动干戈，祸乱六界？这对你来说又有何意？你错了，我才不在乎什么胜负高低，我要的是乱了这六界，害了这苍生。天道不公，我便毁了这天道，重定万物秩序。应元君，你高高在上，可你曾想过，凭何生而为魔，就要矮你们仙族一头？
平和我等魔族就要受你等管辖，平和他天帝就能做6界之主，而我只配为奴。从来就没有任何人视你们为奴。冉青的结界，万年压在我魔族人头上，强制把我们隔绝在此死地。先祖使节成日下界窥探，你们先祖始终对我们魔族打压防备。我若不反，早晚为人鱼肉。万年前，若无帝尊平息创世之战，你们魔族早就灭绝。这些年，你们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，偷取仙界法宝。为了不引起祸端，帝尊从来就没有成见。仙神两界，对你们来说只有恩义，并没有亏欠。我魔族宁愿不要这恩义，自己争出一片天地。原来你是以族人的福祉为借口，成全你自己的野心。到头来，这些族人都会成为你野心的陪葬。随你怎么说。此战谁胜谁败，我们战场见。疯了！这郡主何等高大，你用真身炼金救父，这和螳臂当车有何区别？亲自打回原形，重则元神俱灭。云墨，他疯你也跟着疯，他好歹是个四眼汉丹，那又怎么样？而你只是条小黑鱼啊，朋友！投之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我说过，我要与颜淡一起。天塌下来了，由我和他扛着。就算死，我要陪着他一起死。不愧是我朋友。好样的！好，死都不怕了，连药坑一起扛！快用小眼睛！先修天机。不行，上古修炼之法与今日完全不同，死记硬背，难得精髓。快，倒转运功！先点玄草，再修天机。还去！下界潜伏多日，想与应元里应外合，击溃我魔族大军。我们不是不知，而是要留你这鱼饵，让这今日瓮中捉鳖。你4大帝君向来竹爱分透，同气连枝，怎么如今他们连来为你收尸都不敢？
玄香，5万天兵已经剿灭了魔都屯兵，你后方无援，认输吧。献我血肉，奉为神享，就此通天之力，逆转乾坤本源。
应渊！应渊，你的眼睛。我没事。是我冲动了，没想到这九尾蛇，在万魔之眼的加持下，毒性会这么强。一旦接触，必定会渗入肺腑，必须立刻送往天医馆疗伤。不可，我是统帅。如今帝旨一事悬香在逃，我怎么能走？可是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出恶勿近，你们快追！我军已攻破敌方后阵，玄香狼狈逃窜，此战我们已经赢了。如今你伤势要紧，拖延不得。是啊，应渊，我会派人立刻送你回天庭的。别废话了，战事要紧，快追去！去啊！帝君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是天医馆不让我们去探伤，河宫仙士心里忧急，只能将这仙灵挂上，寄托祝福。帝君若是能听到延续天宫传来的铃声，便知我们的心意。颜淡，你也挂一个吧。帝君到底是受了什么伤？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天医说，帝君伤势关乎三界安宁，除了帝尊，其他人无权知晓。可我们不是其他人，我们受他照拂，与他朝夕相处，同喜共悲。如今他在天医馆，难道我们去上个药、去递个茶的资格都没有吗？若突发入骨，神之皆亡，与妖魔又有何异？三界与我同入掌中之物，如今就连一丧命之处都难以寻觉。翠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
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，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紫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。应元君，燕丹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帝君小人，你快点回来吧。等你回来以后，我去找你拍把片，到时候我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开心，好不好？还有你的批封我还没有还呢，我写的信马上就要开演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一定会回来看的。你是帝君，你不能食言。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过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一生我下春与秋。燕丹，对不起，今日若与你相认回宫，来日命丧，你更要伤心。日后世上再无亲离帝君应援，无人能护你了。肝胆再开人厮守。我是偃虚天宫的仙师颜淡，我知道帝尊已经下旨，不允许天一泄露帝君的半点伤情，可我愿意入天一馆，在帝君身边侍疾，麻烦您传达一声，帝君知道以后肯定会答应的。侍疾治伤，是我天一馆各医官的职责，何须假借你手？回吧，若有消息，帝尊自会下旨告知。帝君回天以后，我们既见不到他，也不知道他的伤势如何。偃虚天宫和宫仙士心急如焚，哪怕今日抗旨不遵，我也要见他一面。你来晚了，应渊帝君刚辞别了帝尊，下界散心去了。如今各宫的仙君也已陆续回宫，没空搭理你。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明白啊！仙君，北冥仙君也回来了，他也在战场，一定知道应元君的伤势。颜淡，你愣着干嘛呀？快去请天一。不必了。随军天一早已做了论断，就算是勉力开出药方，只能使他的痛苦更加久而已。仙君不是驾驭先手，只是在后方指挥吗？他怎么会伤成这样？他们中了魔军的埋伏，本帅赶到之时，仙君早已没了仙灵，受了魔界的噬魂剑，剑力入骨，神魂皆失。周身
就像有无数毒虫跳动般的痛苦，估计活不了了。仙君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尽管说吧。给我一个解脱。杀了我吧！一定还有办法的。邪君不会就这么死。对，邪君不会就这么死的，一定还有办法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回魂丹，回魂丹，回魂丹！师傅，仙君，把这个吃完就不会疼了。来，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杀了我！雨墨，雨墨！师傅，师傅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师傅，师傅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有生之年看到小黑鱼化人，叫我一声师傅。这个愿望许的不划算吧？明明随时都可以实现啊！你疯了，雨墨！你干嘛？云淡，既然已经没有办法，我们改变不了结局，我舍不得让师傅这么痛苦。可是如果仙君抱憾而终的话，你会痛苦一辈子的。我刚刚修炼成人形，以我的灵力，我无法救他。我有办法，哪怕只有1刻的时间，我也可以让你们相认。严淡，是我是严淡仙君，是我。雨墨，快呀，快点儿！你是师傅，师傅，我已经修炼成人身了，但是我还是来迟了一步。我现在有名字了，我叫于墨。师傅，你是九旗。不吃，不吃。为师42。无憾。仙君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仙君，师傅，师傅。师傅，我会如您所愿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就让我这片龙里
永远陪着你。夏雪。君生上古，祭天立极，而今为万世开太平。上神天极子虚赵圣帝君，越级赤夷湾云帝君，元始长生大帝，冀都星君桓清及北冥仙君，陨没魔族贼子之手，吾痛心疾首，涕泪连连，追封冀都星君与北冥仙君，享上神哀荣。赐葬于神官陵之中，与圣灵先烈共存。此忠此诚，永世继承，不忘而报。为帝英灵，来心来阁。是谁啊？竟敢夜闯偃虚天宫！你是谁啊？你找谁啊？小仙平时本本分分的，扶贫救济，从来没有干过害人之事。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没错，找的就是你。我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你咒我。平日待你不薄，没想到你竟然这样没心没肺。现在，我就要你偿命！你是哪个宫的仙士？怎么从上面掉下来了？此处可是藏宝阁，要不是李香已被禁术抬走，把守的天兵也撤了，我就要怀疑你蓄意偷窃法器了。快走！不，天兵大哥，误会了。我不过是一个小的仙士而已。你们今晚有没有见到其他人啊？有一个人就是头发这样，一个男的，有没有？什么人？难道你还约了人合伙抢劫不成？没有。要不我带你到天牢里找找？不用了，我走就是了，不耽误你们之夜了。这个雨墨怎么又失约了？那神庙真的有这么灵吗？难道真的是我害了应元君？龟小弟，龙王的赏赐已抬走了，但是你放心吧，我会再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希望能来得及。云墨，你怎么才来？戏已经散场了。只要灯笼未灭，戏就不算散场。
仙魔大战都结束了，难道还要细作？别过来！此乃禁地，速速离去，不得将今日所见传出。帝君，小仙乃是藏法阁的小仙士，今日不是有意闯来，有意叨扰。您放心，我的口风绝对严密，不会将此事传出去的。神殊危险，我先将帝君您救下来再说。不用了，我只不过是一个罪人。我不再是帝君，仙魔之战，罪责在我。如今，我已经中了无妄之祸，无药可解。我愿自负于此，你不必浪费口舌。你怎么会如此想呢？您为天界做的贡献，大家都感恩在心。刚刚在瑶池盛宴上，帝尊还夸您大义呢。你去了瑶池盛宴？嗯。那你可看到《创世英雄传》这出戏了吗？嗯。先前听闻，有一个大胆的小仙士，想重演创世旧事，只为向帝尊求一份恩典。如今，他演得如何？可曾实现心愿？嗯，演出非常成功，得到了满堂的华彩，各路仙君都非常的赞赏。若是应元君到场的话，也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好，实现了心愿便好。本君，我现在这副模样，不过是徒惹伤感，如此也再无遗憾。你走吧。小仙自知叨扰了应元君修行，自该弥补。看样子应元君应该是很喜欢那出戏，也十分的好奇。小仙记忆力特别好，那就让我为您说上一段吧。这出戏可热闹了，
应元君听完，心中的郁结也可消除一二。若你想换得心安，自便就好。哎，陆明，你可算来了！快告诉我圣宴上发生了什么！我第一次见到颜淡这么失落。颜淡呢？他还完书便走了，我问他也没说。他跟我约好了一起去放仙龟，没想到我等他许久，却不见他。还来得及，我再去找找看。还好，还不算晚。应元君，这一幕已经演完了，我开始给您演下一幕。应元帝君。他们便是为六界创造新世界的英雄。这些英雄不在乎是否被铭记，因为他们，这个新世界便是他们树立的丰碑，而凡间的甘霖，便是上古诸神对这些英雄的悼念和感恩。你奚伟倡导的北冥仙君，是否也已陨世？仙魔大战遭遇了魔族的突袭，仙灵尽散，在瑶池盛宴前已经故去了。所以他才加了这场戏。你走吧，日后不要再过来捣乱。今日谢谢你的好意。应元君，我刚才演的那么卖力，您听完以后难道就没有什么感想吗？罪人之间，不足挂齿。既然您不想说，小仙斗胆想评论几句。在小仙的眼中，战争十分的残酷，是胜是负，并非一人一族的罪过。应元君创世，难道您就这么不怀念您亲手开辟的新世界吗？一点眷恋都没有吗？小仙斗胆，请应元君解了这神树的绑缚，早日回宫安抚大家。不用了。不要！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无妄之火？火毒一旦发作，便会无法控制的伤人。你放我离树，不仅救不了我，还会伤了你自己。荼毒三界，你还不快走！怎么可能呢？你是堂堂的帝君，天医馆里有那么多医术高超的天医，一定会治好你的。我已经不再是帝君了，不要再叫我的名字。走！快走！我一定会想到办法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上啊！同僚皆死，会以罪无可赦。助我了此残生吧。我拼尽全力
化为人形。如今看来，倒不如做回一条鱼，从此无喜无忧，还更自在。我儿与招兰在这里过得可好啊？这玄心崖仙气果然不凡，你们二人不日便要化形了。敖玄，为父再传你一套聚气心法，你带着招兰好好修炼，她可是你未来的王妃。希望你们二人早日成行，成为我龙族的佳话。这欢聚和美的场面，我也曾经有过。然而，再好的日子，眨眼间已成往昔。师父陨世，一切回到最初，我依然不过是一条孤零零的小黑鱼罢了。师父，若你还在，一切是否会不同？是我太贪心了吗？看着你在我身边叽叽喳喳，又笑又闹，当时只做是寻常之情。如今看着你也待别人这样好，为何我会如此难过？还好我在天医馆找到了这些千年玄饼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从前在延续天宫，我盼着你有朝一日仙力尽失，让我好好捉弄一番。如今真的如愿，我却并不开心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回到从前，你还是那个神通广大、日日欺负我的小人帝君。糟了，怎么结冰了？彩色的回
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，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情不知所起，原来就是这种感觉。你曾说，若有一日我犯了情戒，你绝不容情。如今一语成谶，若你知晓我心，真的会为了天条杀了我吗？应元君，你醒了？哎，别动别动，快躺下，躺下。你做了什么？这些是热水袋，给你暖身用的。你刚刚冰浴伤身，若是不拿这些热水袋好好的捂捂身子，等寒气逼到了你的身子里，你就没有办法痊愈了。那时候走都走不了，就变成瘸子了。胡闹！啊，小心啊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不就瘸了？让你不老实。你的伤势还未痊愈，不要再这样多动多闹的。若是你真的觉得很无聊，我们不如给这屋子取个名吧。早就听说应元君你文采斐然，恰好小仙平日酷爱诗文，不如我们比试一下。应元君应战。既然你现在想不出来的话，哎，算了算了，那我先来写。这字迹，哼！我果然没有认错，真的是你。我想到了，就叫诞神殿，好不好？这个寓意呢，象征着以后在此居住的人都可以晋升上仙。这回该你了。九重天上，只有你胆大妄为，又如此性情。你怎么了，应元君？你没事吧？
你为何有伤？我没什么，我昨天晚膳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自己的嘴唇咬破。我晕厥前，他曾要渡我邯郸真气，这伤莫不是我所致？将死之人，纵是知晓你是谁，也毫无意义。我不能再伤了你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要给我疗伤啊？之前与任魂剑灵相斗，把你的簪子弄断了，就当是赔偿了。这是陈花簪，万年灵木所化，有治愈疗伤的效果。把头伸过来。